Hello， 大家好啊！那经过了咱们这一次冬季的新疆环线自驾游呢，我的车也该做保养了啊，我的这个飞度也该做保养了。很多人也在问我的飞度油耗呀，还有使用成本呀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。那今天我就刚好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。那我的车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开了9万公里了，9万公里。我这之前呢一直都是做小保养，只换机油和三滤。那这一次9万公里呢，我准备给它做一个比较大的保养，然后我准备自己动手，网上买一些材料，然后回来自己动手换，看看我这次这个大保养需要花多少钱啊。OK， 那这些呢就是我从网上买回来的我的车做大保养的材料啊，都是什么呢？这个变速箱齿轮油啊，因为我的车是手动挡变速箱，这是齿轮油，本田原厂的齿轮油，买了2升，手动挡的变速箱2升就够了，不像自动挡可能要很多升。这个保养手册上写的是每4万公里或24个月更换一次啊，但是我的已经是9万公里了，并且5年了，时间是比较久的，所以这次该换了。机油滤，机油啊，散称机油啊，这个是日本的太阳油，这是在上海的蔡老板那买的啊，这是咱们国内玩 GDM 改 GDM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他们店专门有卖这个散装机油的啊。GDM 机油只买了3.2升，它是按升卖的嘛，因为飞度这个车只加3.2升就够了，你买一桶4升的回来，对吧？你就很浪费，所以这个咱们有散装机油的这个服务就非常的好，可以省钱。然后空滤、空调滤。这2瓶油呢是1瓶60啊，2瓶120啊，这个机油滤是几十块钱我忘了。然后这个空调滤呢是带活性炭的，这个80啊，因为咱们新疆啊这个地方沙尘比较大，就是灰尘比较大，这个空调滤要买好一点，因为咱们在车内呼吸新鲜的空气。然后还有这个发动机的空滤啊，这个在咱们新疆沙尘比较大的话，还是要勤换一点比较好啊。这个好像也40，反正也是几十块钱我忘了。这桶机油是300多，具体价格记不清了。这个呢是个升级件啊，包括这2颗螺丝，这是一个副车架的连杆，因为飞度这个车它的副车架是4点连接，但是它的 RS 版就是高配版是6点连接呢，就少了这2点。把这个东西买回来，据说啊是可以增加操控的感受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明显。但是这个东西非常的便宜，50块钱一对儿，还包邮，还包2颗螺丝，所以我就打算试一试。然后还买了4个原厂的卡子啊，这个卡子呢就是我发动机护板的2个卡子，因为之前拆装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完全的断掉了，然后抠下来可能会再也装不上去了，所以买了4个卡子。这4个卡子一个7块啊，这个卡子是原厂的卡子。我之前买过20块钱一盒的卡子，20块钱一盒就是你这个车上所有的地方的卡子都给你配几个啊。那个卡子跟这个卡子质量啊是完全不同的啊，差太多了。原厂卡子一个7块啊，你那个一盒20，看一下，可想而知它这个质量的差距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工具啊，这是一个油泵，抽油的油泵，因为咱们这个换变速箱油的时候需要这个泵把油抽进去，这个是30块钱，总共这些东西花了760块钱。咱们这次先做这些，然后下次的时候再做其他的。等我的车10万公里的时候，需要检查的就比较多了，什么皮带啦，什么无法自己动手解决的一些项目啊，你到时候咱们再找商家或者去 4S 店进行更换。这么大一摊东西了，那咱们现在就去更换吧。走。咱们一定要把手刹拉紧，然后别个档。为啥我要买2个新卡子啊？就是因为这个
卡子已经坏掉了，滑掉了啊，已经。这个卡子已经失效了，我觉得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候。这油放出来是烫的啊，我跟你说。呜呼，黑黑的，才放这么点出来？肯定多了呢。啊？咋了？这个桶是4升的呀，为啥现在只剩就这么点机油了？我这个放油螺丝还是一个带吸铁石的啊 ，Great Day GDM 的配件，你给它拧上。看这个是干什么的，知道了吧？新的，来抹上一点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倒油。为什么有漏斗还能倒出来呢？想不明白。转了个。啊？好的呢。这个拆下来。哦天哪，太脏了哎！看，哇塞，这里面都是毛毛和虫子，看。好的，功率换完。拆开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换了个位置啊，然后之前耽误了几天，是因为我发现我缺少一个工具，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工具，主要就是这颗螺丝。我们之前买的是一个8毫米的，但是这个车的放油螺丝是一个10毫米的。OK， 录了吗？哦，这么多啊！来，松的来，松的来，松的来。你看看啊，啊，有了。来了，进了。还有一个底贴，2瓶还剩这么多。我的这个卡子背后的这个螺纹都已经坏掉了，然后这是新的，看。好了，卡子安好，底板装好。咱们现在开始来装这个副车架，提升操控性。我从家里又找了套工具啊，咱们还是得用这个工具。4轮扳手比较快，这个螺丝挺长的，咱们拧这颗螺丝的时候要拿千斤拧
把这个副车架顶一下，不然这颗螺丝松了，车掉下来了。那么长了都已经。掉了。这2颗螺丝啊，这颗是103牛，这颗是54牛。哎，54牛很好你。100。现在我们去装另一边。有了一边的这个经验了以后，装另一边就比较轻松了。好，2根副车架支架装完了，看一下效果。那边还有一根 ，OK。看，换下来的变速箱油。这个变速箱油和这个机油啊，一会儿就找一个那个修车店，给他们可以回收的。好了，咱们的机油、变速箱油、底盘的部分啊，就到这里。还加了个副车架，待会儿我们开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我们现在开起来，感觉一下，换了变速箱油。换挡的话，心里感觉是顺畅了些。然后我不是还加装了那个副车架的这个支架吗？开起来，说实话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。但是听他们说会让这个底盘感觉更整体，不会这么的松散。我是开不出来。总的来说，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。反正呢，就是总体这一大堆项目做下来啊，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开车的这个心情特别好，感觉跟开新车一样。好吧，我车上的这个座套啊，也2年没洗了，然后都有点味儿道了啊。今天把它拆下来，好好洗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呐，宝藏哎，这个地方，这里面有几把梳子。我就说梳子都到哪去了哎！哦吼，吸尘器也没拿，太脏了这个地方，吸尘器好好吸一下。我这座套拆一次真不容易。看一下我的原车座套，拆掉以后，这里面灰还是挺大的，然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座椅有点塌陷。这是后面的原车座椅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浸了什么饮料撒流氓搞的。原车座椅保护的还不错吧？已经放进洗衣机了啊，座套，这边还有这么多，得分个2、3次洗差不多。好了，洗了整整2缸，都挂满了，看，挂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前座椅拆掉了啊，然后看一下，这底下也挺脏的，我们一会儿打扫一下。这个座椅啊，最难装的就是这一片儿，就是如果不把座椅拆下来啊，很难装的特别的平整，所以我今天把座椅拆下来，好好的装一下。好了啊，看绑的底下扎的非常的规整，看一下啊，是不是感觉跟没有座套一样？看一下这边，你看，非常的完美，只有把座椅拆掉才能套的这么完美。当然了，有些人可能不拆也能套成这样，但是估计得很费劲，得震死，很恼火。好了，座椅都套好了，看一下这个座套，套的不错吧？是不是跟新车一样？是不是感觉套了座套跟没套一样？
看一下这些细节。保养完了，最后再来洗个车。好了，那我这台飞度的这回的大保养就到此就结束了，前前后后折腾了10来天吧。其实自己动手保养车呢，我觉得它的花费啊，其实并不比你去店里这样去保养便宜，我觉得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对于像我这种喜欢自己动手、喜欢自己折腾的这样的人来说呢，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啊。我觉得自己动手其实是一种乐趣，比较享受这么一个过程。而且自己动手嘛，加的什么油，动了哪些地方，自己心里比较放心嘛。好吧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